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日本明治大学斋藤孝教授所著的《一生不生锈的大脑》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如何通过刺激大脑从内而外恢复年轻；第二，能够清除大脑锈迹的5个简单的日常习惯。首先是第一部分，如何通过刺激大脑从内而外恢复年轻。当提到给予大脑刺激时，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学习类的活动。然而，给予大脑刺激不仅仅是这些学习类的活动。在这里，我将讲解一些与学习无关的大脑刺激方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上的衰退和心理上的波动更容易发生。许多人会遇到情绪低落、晚上难以入睡、早上起床后缺乏动力等问题。年轻时充满了活力，但现在却常常感到没有精神，容易莫名其妙地感到沮丧的人也不少。这些心理上的不适与血清素密切相关。科学研究表明，缺乏血清素会对心理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血清素被称为幸福荷尔蒙，对心理稳定和幸福感的维持非常重要。血清素不足会导致心理的不适，幸福感降低。在了解到这一点后，解决办法就很简单了，那就是促进血清素的分泌。日光浴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此外，研究还发现，节奏性的运动也能促进血清素的分泌。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晒太阳并进行有节奏性的散步，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如果您最近感到没有精神、情绪低落或缺乏活力，建议通过早上的日光浴和节奏性的散步来补充血清素。这对大脑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刺激。睾酮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例如让我们充满活力和年轻，平息愤怒和焦虑等负面的情绪，帮助我们保持心理的稳定，还能提高动力和竞争心。此外，睾酮还促进多巴胺的生成，而多巴胺是快乐和动力的源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不加以干预，随着年龄的增长，睾酮的水平会逐渐下降，尤其是男性中年后的身体不适，通常都与睾酮的下降有关。睾酮下降会导致身体活力、动力和积极性的下降，给人一种衰老的感觉。所以，为了保持年轻和防止衰老，促进睾酮的分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肌肉训练。当然，肌肉训练并不需要练到成为肌肉发达的人，适度的肌肉训练就足够了。作者说，肌肉是防止衰老的铠甲，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无论男女，如果想要保持年轻，通过肌肉训练来促进睾酮的分泌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此外，肌肉训练还能促进多巴胺、血清素和内啡肽等对心理健康有益的多种脑内荷尔蒙的分泌，并且还能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的分泌，这对大脑的发育也非常有好处。在人生100年时代，肌肉训练的重要性愈发突出。研究表明，肌肉量的减少与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上升有关。因此，预测我们老年时能否健康的关键因素就是肌肉量。肌肉训练能增强肌肉，使我们即使年老也能继续享受兴趣爱好和活动，是最强的保持健康的方法。接下来是第2部分，能够清除大脑锈迹的5个简单的日常习惯。我将给大家介绍5个简单的日常习惯来清除大脑的锈迹。第一个习惯是，说话时要牢记时间就是金钱。大家都知道，美国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时间就是金钱。这是一句著名的名言。虽然钱可以再赚，但过去的时间却永远无法挽回。因此，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这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话题。当我们听到时间就是金钱时，通常会想到要珍惜自己的时间，不要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上。然而，比起自我时间管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珍惜别人的时间，不要无意中浪费他人的时间。因此，作者强调，在说话时要牢记时间就是金钱。例如，大家是否有过在早会上听校长讲无聊的长篇大论
而感到厌烦的经历呢？这样的校长是不合格的，因为在公众场合发言是在占用听众的时间，所以不能漫无边际的长时间讲下去。同样，在各种庆典场合，如果主持人在致辞时拖拖拉拉，让人们无法尽快举杯庆祝，也会让人心生不满。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恼火，是因为我们的时间被占用了。因此，希望大家在说话时要牢记时间就是金钱，简洁明了地传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拖延，珍惜他人的时间。这不仅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能让我们动脑筋来简明扼要的表达，从而防止大脑的生锈。接下来是第二个习惯，通过分段意识来提高时间密度。刚才我们提到了时间就是金钱，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时间的重要性。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时间自然也是有限的。我们经常会听到要有效利用时间的建议。那么大家觉得那些能有效利用时间和不能有效利用时间的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认识到时间的有限性。为了帮助我们意识到时间的有限性，作者建议使用秒表或计时器。作者已经使用秒表超过30年了，并认为秒表是最适合帮助我们意识到时间重要性的工具。例如，作者在咖啡馆阅读书籍前，会先设定一个时间限制，然后启动秒表，这样他就能时刻意识到时间的有限性，从而更加专注于阅读，度过一个高效的阅读时光。确实，如果我们不意识到时间的有限性，而觉得时间充裕，我们往往会随意浪费时间。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休息日觉得时间很多，结果不知不觉一整天很快就懒散度过，到了傍晚才发现一天已经过去了。著名的帕金森定理指出，在工作能够完成的时限内，工作量会一直增加，直到所有可用时间都被填充为止。例如，如果您决定在3小时内完成一份文稿，并集中精力去做，3小时内就能完成。但如果您决定花一整天时间来做这个文稿，不进行时间分段，结果往往会拖延一整天。而通常情况下，3小时完成的文稿和用一整天完成的文稿在质量上差异不大。所以，时间分段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作者通过使用秒表进行训练，发现自己能够更好地切换工作和休息模式，工作和任务的生产力自然也随之提高。相信听到这里的大家也能理解，通过使用秒表等工具来分段时间，确实能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生产力。有限的时间如何过得更有意义，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生质量。大家不妨尝试一下，用秒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认识时间的有限性。接下来是第3个方法，用快速朗读提高大脑运转和对话速度。快速朗读这一方法可能听起来有些陌生，这是作者独创的一种方法，能非常有效地帮助保持大脑的年轻状态。快速朗读结合了朗读将文章大声读出来和速读快速阅读文章2种方式。在进行快速朗读时，必须在朗读出声音之前，眼睛就要先看过文字，这样才能准确快速地读完文章。这意味着您需要将声音和眼睛的动作错开，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操作。当您在进行快速朗读时，大脑会处于全速运转的状态，这有助于防止我们大脑老化。在进行快速朗读时，大脑为了跟上眼睛的速度，会全力运转，以确保不遗漏任何内容，因此文章的内容也会更好地进入您的脑海。实际上，进行快速朗读有很多好处，比如提高大脑运转速度，增强集中力，提升绘画速度，甚至还能预防认知症。每天早晨只需几分钟的快速朗读，就能够有效清除我们大脑的锈迹。虽然一开始不太习惯时，可能朗读的速度并不快，还会经常卡壳，但随着快速朗读的练习，会逐渐变得流畅。此外，如果您结合前面提到的时间分段方法，设定好时间进行快速朗读，效果会更加显著。例如，您可以设定10分钟的阅读时间，
启动秒表或计时器，然后进行快速朗读。这样不仅能更快地阅读，还能提高大脑的运转速度和集中力，获得更好的效果。所以建议大家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进行快速朗读，从而体验到它的效果。接下来是第4个方法，养成记录的习惯。作者强调了记录的重要性，他会随时将突发的想法或与人交谈时听到的有趣话题立即记录下来，因为如果当时不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会忘记。我们每秒钟都接收到大量的信息，其中能记住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不把突发的好想法记录下来，它们很快就会消失。说到记录，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使用手机的记录功能，但作者建议大家使用纸和笔来记录，因为手写的记录效果更好。而且，如果用不同颜色来记录，还能轻松回想起当时的思考过程。手写记录能将记忆和思考路径可视化，有助于逻辑思考和分析问题。养成在纸上记录自己思考的习惯，有助于看清事物的本质。通过记录，我们可以整理自己的思路，明确自己在思考什么，面临什么问题，以及接下来要做什么。记录还能帮助我们客观地审视现实，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取得更好的成果。记录习惯可以说是最强的生活技巧之一，希望大家都能养成每天记录的习惯。相信大家会发现，这个习惯能带来很多益处，比如思路清晰、减少迷茫、提升生活质量。请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培养记录能力，体验其效果。最后是第5个方法，抛弃嫉妒心，磨练自我称赞的能力。大家是否有嫉妒心呢？比如，看到公司的某个同事，可能心里会想，我明明比他更优秀，为什么得到认可的总是他呢？感到不甘心。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别人长得帅气漂亮，然后觉得自己不如他们，从而心生嫉妒。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然而作者认为，从嫉妒这种负面情绪中获得的动力，顶多能持续到40岁左右。因此建议大家尽早抛弃掉这种恶习。如果能够轻松抛弃掉嫉妒心，相信大家当然很愿意，但实际上却并不容易。因此，与其硬着头皮放下嫉妒心，不如依赖一种新的力量源泉——自我称赞的能力。自我称赞的能力是指自己称赞自己的一种能力，但这并不是自夸，而是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点赞的感觉，并不是在别人面前炫耀，而是自我内心的称赞。作者本人也常常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自我称赞的能力。例如，当他在演讲会上讲笑话，反应平淡时，他不会认为今天的观众反应不好，而是心里想，他们心里一定在大笑，尽管这未必是真的。但重要的是优先称赞自己，毕竟嫉妒心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情绪。通过改变对现实的看法，始终称赞自己，不论现实如何，我们的内心都会感到满足。随着自我称赞能力的提升，我们的动力也会自然提升，并能更加自信地看待自己。未来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看似比我们更幸福的人，但那仅仅是表象。人性使得我们总是觉得别人家的草更绿，但实际上他们也可能在痛苦中挣扎，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只是记录了某些人最光辉的瞬间。如果能放下嫉妒心和竞争心，我们的内心会变得轻松许多。而自我称赞的能力正好可以填补这部分空缺。抛弃嫉妒心的负担，我们将会过得更加舒适。无论周围人如何看待您，您都应该通过自我称赞的能力来肯定自己。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